记录一下爆胎影片，第2次爆胎，好吧？不同角度、不同风景，真的很值得亲自来看看。隋唐，你看那漂亮的广告车厢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太好笑了，拜拜！超恶的，我没有想到刚刚路上没有便利商店啊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今天一大早出现在高雄啊，这是凤山。那我旁边呢，这个是曹公圳，等一下呢就要沿着曹公圳一直骑。那我现在先来骑个高雄绿园道。曹公圳可以说是大高雄地区的母河啊。建军绿廊，骑在曹公圳旁的小路上，左弯右拐，沿途尽是花草风景。这路线还蛮好玩的，会经过几个小社区。我最爱的向日葵 ，Hello。这路线呢，就从刚刚那个凤山车站出发，那大概15公里呢，就会到达左营车站。铁道旁的老房子在彩绘行动下有了新风貌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曾经的铁道，如今变成一条舒服的绿色廊道。那我们刚刚经过了正义车站，那就继续沿着自行车道骑行喽。正义车在这边开始啊，就比较像自行车道了，还蛮好骑的。这是柏油路，而且路比较大条。环岛1至23线，这里是铁道广场，还保留着一些铁路相关的装置艺术。上方是高速公路，这里有遮蔽空间，看得出来是当地居民常来活动的武道广场。这沿路啊都有很多 U-Bike 租借站，所以很方便了。科公馆车站。我今天来高雄骑车，当然不是为了这15公里来的。等一下呢，要骑到左营那边的起点，然后要来环高雄100K 啊，完全没有骑过，这是我第1次在高雄骑车啊，太开心了！民族车站。从凤山车站一路到爱河西岸的河边街，沿途规划了27幅大型建筑彩绘，每一幅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主题。一家人骑着 U-Bike， 带着小孩出来动一动。骑车不只方便移动，也是一种轻松的运动方式。前面这就是空中廊道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空中廊道吗？我来啊，爬坡爬坡。上来喽！太阳在后面啊，只好往后面说话，才不会背光啊。高雄绿之丘，这里是高雄火车站屋顶上的空中花园。高雄火车站云斗天棚启用后，成为人气打卡景点，不少人专程来这里，只为站上高处看看城市风景。从这里可以近距离观赏地冠车站的屋顶，还有远方的85大楼。不同角度、不同风景，真的很值得亲自来看看。下坡了。3块厝车站，这车站很有日式风味，不能停下来啊！我今天的主要重点在后面的100K。又上来空中廊道了，哇，这是要跨越爱河吗？来看一下哦。白天骑过来感觉很舒服，但听说晚上来桥上的灯光会交错变化，平日是温暖的黄光，假日还会出现蓝色和粉色交错的灯光。下次要晚上再来一趟。我的左手边是轻轨耶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很幸运跟轻轨一起骑车啊？哇，这标志轻轨来咯，那我等一下来跟轻轨骑一段好了。轻轨耶，
轻轨，来跟轻轨骑一段哦。隋唐，你看那漂亮的广告车厢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瞬间把我海放在后面啊！等一下啦，太好笑了，轻轨才不要跟我骑一段嘞，它速度那么快，一下就不见了，太好笑了，拜拜。鼓山车站，你也太美了吧！美术馆车站。这条小径被高高的树包住，瞬间有种骑进绿色隧道的感觉。这一区很像新加坡的超级树迷你版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收集雨水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左营车站到了，太棒了，可以去我们的起点了。等一下才要正式开始骑100K 啊！我终于快要抵达起点啦！高雄国家体育场，终于出发了，从高雄国家体育场出发。这里是世运大道，我看应该是要前往什么阿公店水库吧？那就跟着地图走吧。2009年高雄世运，结果我到2026年才终于亲眼来看看你啊！这里是楠梓，那右边呢是楠梓加工出口区。今天北部下雨啊，而且出门的时候温度好像只有个位数吧。这个高雄啊，超赞的，够疯狂吧？杀来高雄骑车，穿短袖啊，这温度很凉爽。也不会太热，真是太值得了。高雄都会公园，初次见面，总要来拍个到此一游照吧。桥头区，梦想桥头，希望出头。就这样默默地骑了大约11公里，终于从桥头来到了燕巢。没错，就是燕巢芭乐的燕巢。燕巢，我来啦！阿公店水库，阿公店水库，阿公店水库到了，来骑个一小段好了。今天比较晚出门啊，不可以在阿公店水库太久，不然这个100K 不知道骑到几点啊。阿公店水库，我应该是在大坝上面吧？刚刚看到右后方啊，那边有座吊桥哎，我最爱走吊桥了。看来要下一次喽。今天真的不能绕过去啊，时间真的要算好。骑着骑着，抬头往山上看，那该不会就是冈山之眼吧？有看到吗？冈山之眼哎。应该是我在照片里面看到，应该就是它了吧。开始爬坡啦，现在温度26.5度，超棒的。冬天就是要来南部骑车啊。田寮国中。为什么要特别拍田寮国中呢？因为现在我肚子好饿哦，有学校就代表这附近刚好干嘛点可以买吃的吧。失算，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杂货店啊。前面感觉是个观光区，什么一线天的，应该有卖吃的吧。高371公里处，田寮区公所、图书馆也在这里。我看到区公所和图书馆。吃的嘞，阿莲市区3公里，决定切出来去市区买个东西吃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大概4点就吃早餐了吧？现在12点了，超饿的。我没有想到刚刚路上没有便利商店啊。最喜欢来当地人很多的小店用餐，这碗饭这虱目鱼汤大补特补啊！刚刚去吃了虱目鱼汤，还有一个肉燥饭，又可以出发喽！
所以骑到阿莲这边也可以去吃个虱目鱼汤哦。今天的路线也像是在开盲盒一样，我之前没有认真 study， 然后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终于认真看了一下，现在要来去田寮啊，来去月世界，第一次骑车去月世界，好期待哦！当心动物，保育类动物穿山甲，我们还真没见过面啊！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您本尊啊！高雄田寮的月世界是因为它特殊的2地地形闻名，整片地貌光秃秃的，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，也因此有了月世界这个名字。这里的地形主要是由泥岩和砂岩组成，经过长时间的雨水侵蚀和地壳变动，慢慢形成现在这样的样貌。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但再次站在这片地形前，心里还是满满的感动。毕竟这一次是靠自己的双脚骑来的。月世界过后这一段就是上上下下，我们现在往旗山的方向，上面写在5公里。这边的坡啊，大概是7%、8%，那距离还有点长啊。这种天气越爬越热。刚刚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车友经过，我还跟那位车友说：“谢谢你啊，骑得好无聊，我来跟你骑。”结果一爬坡，他就不见了。有什么好跟他骑的？根本就追不到。险降坡用低速档，轮胎感觉怪怪的，停旁边看一下。再来记录一下爆胎影片，第2次爆胎，好吧，来换一下轮胎咯。成功，我又复活啦！其实刚刚还蛮幸运的。我刚刚其实是在下坡，然后下坡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感觉那个震动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然后呢我就慢下来，就想说好吧，停在旁边稍微摸一下后轮，就发现它不是爆胎啊，就大概只剩一半的气，所以还蛮幸运的。好了，再次上路喽，我们准备到旗山了。我从来没有来过旗山呢，所以我决定弯出来，来去旗山老街看一下。猪舌冬粉，又来一间猪舌冬粉，我还真没吃过猪舌啊！只是要进来拍个到此一游照，人很多啊，不能在这里面骑啊，那我要闪人了。旗山老街闪对边了，不小心闪到车站这边来了。开封府，感谢开封府您这饮水机，大热天这补水很重要啊。旗山不用我说吧，旗山香蕉啊。看好这些香蕉树，你知道吗？香蕉树其实不是树，它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草。相信我，这里好安静哦，完全没有车山林市区，甲仙往左，美浓往右。甲仙芋头我超爱的芋头，下次见啦。我今天要去美浓啊，美浓板条，不对，美浓油纸伞。美浓板条、美浓油纸伞都对，只是不可以只想到吃的啦。哇，旁边是一片花海太美了，我很幸运哦，我就喜欢这一种，这叫什么？盲盒啊！旁边那一片在 Google 地图上面是叫山林花海，就喜欢这种开盲盒的感觉啊！完全不知道今天的路线要骑去哪里，跟着导航走啊！月光山隧道，
哇，这隧道还蛮长的嘛。美浓区到了，第一次骑车来哎，今天全部都是第一次啊，以前都是开车来玩。骑在这个美浓的田间小路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哎。美浓客家文物馆，来绕一下美浓湖。美浓湖面积达21公顷，是仅次于澄清湖，高雄市第2大人工湖。从远方就是要过这座桥啊！我终于来了。美浓花海竟然有乌鲁特拉曼。这个台29骑好久啊，终于看到佛光山3个字啊！这4公里。大树区等等，这路线没有要经过佛光山，这样也好。佛光山那人潮肯定很多。燕巢区，我又回来啦。接下来路线应该就是一直沿着台22一直骑吧。我刚刚看到好像是7公里处，所以我在想应该就是倒数，也许到起点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是到南子啊。那天色渐渐黑喽，可能要在这边影片要告一段落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